在这个供不应求的情况之下，我认为台湾的供应链无论是不是飞鸿，其实它都有3到5年的好日子还可以过。我们长期以来忽视文科，忽视语言能力，忽视外交能力，忽视谈判能力。这个在5年之后，如果你的算力红利吃完，台湾会开始。下班文献，小鹿带你看世界。现在呢 ，AI 的浪潮席卷，除了我们每一天都用不同的 AI 的模型来解决我们工作上面的问题之外，现在你知道吗 ？AI 的竞争其实已经超过了这些模型之间的较量，谁比较先进这个能力的差距有多少 ？AI 的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国家安全、主权还有话语权的议题。现在呢，中国的模型进度的非常的快，跟美国阵营之间的能力差距越来越缩小，所以慢慢的，中美之间从技术竞争也开始延伸成一个地缘政治与话语权的竞争。另外呢，今天这一集我们要为您特别介绍智慧通膨这个概念，到底科技是让更多的机会打开大门，还是变成某些族群会垄断机会的悲歌？今天为你介绍我节目上面的嘉宾，欢迎艾卡拉董事长 Sega 来到节目上。小鹿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ga。非常我很开心这一集约到你，因为今天设计了一连串的议题，我觉得全台湾就问你就最对了。谢谢谢谢。这个议题很大哦，我看到彭博上周开始报道，美国有一个闭门的会议，说接下来所有关于 AI 的安全审查，所有美国的模型都会自动通过。之前我们看到说就是太先进啦，会骇客啊，或者是觉得这个太强大的 AI 模型，美国曾经有禁止过，现在全部都豁免了。是，而且它的豁免也延伸到中国的模型。对，我很好奇为什么白宫过去一直对于 AI 的这个政策感觉上是越收越紧，忽然之间双手打开，我们看到什么变化？主要这个是被迫开放所以这个你可以看作是科技史上最大的囚犯困境。怎么说呢？因为中国已经开源了，而且开源基本上不可逆因为你把模型开放出来，大家都可以下载，也都备份过了。那这个状况之下，这就是我所谓的囚犯困境因为就好像2个人被抓了，说你不开源，对方如果不开源，我就不开源，但是他们中间没有沟通，所以有一个人先开了第一枪，说我开源了，就到最后结果美国也被迫要开源，被迫开源因为被迫往开源靠，就跟小鹿刚刚讲的一样，为什么他一开始想要管制？因为第一个安全的理由，我说应用在军事的场域，或者是应用在骇客的攻击，这些可能都是跟国家安全有相关所以美国一开始想要管制。但问题是他这一次的闭门会议他其实有几个结论。第一个就是闭源的他还是要审查但是开源的他不审查了，而且他审查的方式他也不公开他有留几手在后面那这后面有几个含义首先就是你去审查开源是一点用都没有的。为什么？因为开源的意思就是你可以下载回家后自己乱修乱改，那你去审查上线的那一版，但是人家开发者把开源的版本下载回去之后改成自己要的版本，你再怎么抓也抓不到了，它已经遍地开花了。所以开源是非常难以逆转的那中国当时因为战略的因素，它就采取开源的政策因为当时中国刚开始发展 AI 的时候，它跟美国的差距是很大的。美国之所以会维持闭源，是因为它的闭源是有竞争优势的，它赌的就是别人不得不用，付钱买 API 它还是要用。问题是当中美 AI 的发展的差距已经到3个月到6个月之间的时候，尤其是闭源跟开源之间的距离，那中国势必会被迫开放。这个其实是被迫的，而且它就是典型的囚犯困境，因为中美从贸易战开始就脱钩了，所以他们在 AI 治理上面基本上是没有沟通的，所以就变成胆小鬼游戏，就是你不开放我也不开放，那你开放了我就得开放，就是这样。讲到这边呢，帮大家用个白话文的方式现在这张图表大家可以看到，到底我们讲的这个开放权重、开源跟闭源到底是什么意思？以美国为主的这个 AI 的发展，像是我们用 GPT Claude， 它因为有着强大的晶片跟资料中心作为运算基础，再加上还有私人投资，所以它用的是刚才 Sega 说的闭源的这个模型，对别人没有办法篡改，对。然后这个东西呢会受到政府的审查，会受到政府过去也是这样子做。那主要的企业代表就像是 OpenAI、Meta、Anthropic。中国采取一个完全不同的玩法，没错，它从一开始呢就是开源模型主导，或者大家会看到的开放权重，像是我们看到DeepSeek、千问还有 Kimi K3 全部都是代表企业呢，像是百度、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等的。那就是因为它受到了一些美国晶片的禁令的管制，然后还有人才的管制，所以它选择用开源的这个模型，意思是大家都可以拿到这个原始的这个码，然后可以在上面做调整。没错，因为其实说穿了一个模型其实就是一大堆参数，一大堆数字就是裸露在外，大家可以下载，这就是开源、开权重或者我们平常讲开源的模型。
那中国之所以采取这个战略，我认为它在国家的战略意义上，它其实是新的一带一路。以往的一带一路，我们讲的是中国带着资源到全世界，帮每个国家、开发中国家盖铁路、盖机场、盖港口、盖高速公路，基础建设。现在新一代的基础建设，因为中国考量到几点，第一个，各国的基建他们已经走过一遍了。南非、南美其实基本上都是中国在基础建设中国的 ecosystem。那现在到了 AI 来做基础建设的竞争的时候，那他们就看到说，第一个，中国的 AI 发展跟美国还有一段差距，而且差距正在缩小。而且小鹿刚刚有提到，美国又对中国采取这个晶片禁令，所以他们突围的唯一方法就是开源。那开源，它就是希望开发者先变成它生态的一部分，以后它就可以带整个中国全站技术，从模型外溢到资料、到应用、到工业的场域、到底层的晶片算力，都可以用中国的开发者的生态。所以这个我认为是非常聪明的一个方法。在全面被封锁的情况之下，第一个，它在内部在冲晶片，晶片是硬体，所以需要比较多时间。但是模型它发现它有办法，就是从软体它先打开，所以它就用新的一带一路切出了这个缺口。我跟你们说，最近我看到一个数据超级惊人的，就是我发现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在看下班国际线，但是呢，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没有订阅。如果呢你一直都有在看这个节目，也喜欢我们选择的内容，我想拜托你帮忙，帮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现在赶快移动到订阅那个按钮，按下去吧。因为呢这个动作可能不花你1秒钟的时间，也是完全免费的，但是对于我还有团队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鼓励。我看着你们的订阅，我就有更多的动力把这个节目做得更深更好，长期的陪伴大家。请大家帮忙按下订阅下班国际线。这样你刚刚说开发者变成生态系的一部分，这个是美国的科技公司的灵魂之重啊。我们用的这些 Google 啊，现在的地图啊，大家用的各式各样的应用软体，没错，这个都是从开源的想法而来的。对，为什么到了 AI 的这个时代，美中角色倒过来了？对，我想这个也是美国现在最挂不住面子的一个地方啊，因为号称自由开放的一个市场，结果在 AI 一开始采取了闭源的方式，结果最后反倒是中国它主打 AI 的开放。好，那这其实有几个历史上的因缘际会哈。第一个就是中国比较慢开始发展 AI，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战略上它一定采取开源广撒的这个方式，要不然它永远追不上它的资本的密集度，它的投资的这个时长，它永远会追不上美国的创新。好，美国其实就是深受私人企业，我们不能说绑架哈，但是深受私人企业主导的一个国家，说穿了就是资本主义主导。所以它的所有的研发创新的资源，其实是以私人 private sector，他们在做主导的 ，Google、OpenAI、Meta 或者 NVIDIA 这些人，所以资源是由私企在做主导，所以他们自然自己商业最大的考量，这是资本主义华尔街要的东西，就是我最大的利益一定是在于说，我的模型只要够先进，我不要对人开放，掌握在自己手上，掌握在自己手上就掌握了定价权。所以这个是资本主义运转下必然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些公司绝对不会把最先进的模型开源出来，因为他们被资本主义绑死了，因为这不是华尔街要的东西，所以在他们还保有领先优势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大规模去考虑开放的，除非政府开始介入。那现在我们就看到政府开始介入，已经开始有痕迹了。那美国政府的这个盘算是什么？就是不希望在闭源的状况之下，最后真的被中国的开源给超越过去，所以现在介入吗？这肯定是哈，因为这个跟全世界对美国的信心有关系哦。因为全世界在看的其实就是美国其实它就是一个研发创新始终在主导全世界的一个国家，它也因此就是把它的军事力量也好，或它的商业资本的力量带到全世界。但一旦 AI 在科技，他们在 AI 研发上的科技一旦被中国超越，那个就会是一个反转的信号。表示说，即使在创新上面，美国可能现在多出了一个很接近的对手了，这个是美国人非常焦虑的。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政府必须去重新检讨他对 AI 的战略是什么。2年前 AI 不够强的时候，没有人要理它，它不会有安全的问题，因为它弱弱的，它造成不了什么破坏，放出去它也不会怎么样。但现在 AI 已经被应用在军事的场域了，军事场域尤其是美国重视的，因为美国最重视的4个字就是国家安全。任何的科技只要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系的，美国一定要采取管制。这跟当时管制核武、管制这些能源科技非常有关系。所以当现在政府介入之后，你就知道，好，其实 AI 这个东西本身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以及军事战略的这个层次。因为当你 AI 整合的好，整合到你的战争机器当中的时候，你的军事力量是变强的。所以美国现在自然就因为 AI 它发展太快，所以美国自然就会介入。这就是我们讲的国进民退。
所以国进民退我们以往只会在中国大陆听到，因为它可能是比较中央集权的一个地方，它会产生出来的一个产物叫国进民退。但现在因为由于 AI 已经在各领域都扩散了，尤其扩散到军事领域，那美国不得不它一定要国进民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在6月的时候，它把 Claude 最新的模型，商务部发函过去，立刻要求它下架。这个在美国的商业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就是你公开政府伸手进入一个企业，要求它不准发布产品。这个一定都是国家安全的考量。那他现在打了这个开源，然后希望也追上了，或者至少现在中美可以继续拉开距离。资安方面的这个问题怎么处理？他如果觉得开源模型是可以接受的话，资安方面现在是一团乱。好，先讲结论，现在是一团乱。好，现在各自的阵营，包括连美国内部意见都非常的分歧。美国大概就分成治理派跟加速派。治理派就是说，你的科技不要发展这么快，要不然社会无法适应，政府无法适应，然后这会造成很多副作用。好，这个叫治理派。所以很多人大家会看到说，很多人就出来主张哈，比如说就连这些 OpenAI、Anthropic 甚至 Elon Musk， 他都有出来说，我们得慢一点，或者是 Jeffrey Hinton 这个诺贝尔奖得主，他说我们得慢一点。问题是这些东西挡不下来，但是这是治理派的主张。那加速派是什么？加速派就是科技乐观主义者，一大群人，他们就是大部分集中在矽谷，那他们基本上不甩东岸。他们希望管制是越少越好，科技一定要让它加速的发展。最终虽然有些人会被牺牲，但是我们可以用科技解决更多科技制造出来的问题，这个叫科技乐观主义派。所以他们是主张不要减缓科技，因为科技是不会被减缓的。所以东岸华府管得越多，那美国的科技竞争力会一直持续下降，这个叫做加速派。那现在这两派对于治安完全没有一个共识，因为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们各自商业利益的考量都不同。比如说 Anthropic 的 Dario Amodei， 他希望的是要管制，因为第一个他是闭源的，然后他希望说你这些开源的东西不要来威胁我的生意，所以他就说你不但要审开源，要审闭源，你还要审开源。但问题是我们刚刚讲过了，开源你没有办法审，大家当肉回去就全部改掉了。那所以这也牵扯到治安，因为你一改掉之后，或者是开源之后，大家手上都有了这个核子武器。对啊，我要攻击谁就攻击谁。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其实现在的治安现在目前还没有答案。华府这边也在吵，中国这边也在观望。中国其实在7月的时候也开过一个会，就是说在Fable 就是 Claude 被下架之后，他们也开了会说，找来说，现在那美国如果开始管制，那中国是不是也要检讨一下我们这个模型出口的政策？他们现在中美双方都在讨论模型出口政策是什么，但我相信中国会观望到下一代的千问 GLM、Kimi 出来之后，先看美国那边的反应。然后再重新考量战略，所以现在他们对于这些治安的考量是高度滚动，每天都不断的在检讨，所以大家要预期的就是这些在治安上面还有治理上面的政策波动，在今年的下半年会是非常非常严重，会更剧烈，会更剧烈。所以你才说这是囚徒困境，敌不动我不动，敌动了我必须牵制的得动。对，没错，这就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囚犯困境，就是因为中美没有对话了。治理派跟这个加速派怎么没有听到这个悲观派？不是有人问爱因斯坦说第3次世界大战用什么武器吗？爱因斯坦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第4次的世界大战会用什么，就是用棍子。意思就是全部倒退，然后到最原始的程度嘛。在悲观派的这一个想法，美国现在是什么看法？我认为，因为我今年因为艾森豪奖的关系，在美国巡回了2个月，其实我就真实的听到了他们悲观派的一些声音，包括来自他们社会基层。因为在我们拜访那个甘乃迪家族的时候，其实他们一直在做这些政治市场的研究。你刚刚说基层是不是？这个是基层的声音。基层的声音，那他们就有去告诉我们，美国人现在在关心一些什么事情，对吧？有的时候美国人内部关心的事情跟我们外面的人看起来是不一样，每个国家都一样。他们现在其实内政的问题其实非常多。第一个贫富差距，第二个青年失业，再来是贷款的问题，青年贷款的这些问题，学贷的问题。所以他们从原本的，就是说我们在听到一些基层的声音的时候，以往大家问说，你来美国就是要实现美国梦嘛，你只要努力，你就可以发财，这是美国梦。但现在他们的青年人在说什么？当我们问到说你们的希望、你们的盼望是什么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是：我希望我下个月可以缴得出房贷，我希望我可以把学贷还完，我希望可以找到第2份工作，我希望我的长辈不要再叫我去找工作了，因为工作真的很难找。就是他们就是第一个就 pay the bill。这个就是他们想要过生活的方式，所以，然后他们又考虑到说，AI 现在来了，又威胁到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工作，所以美国人其实有一派是非常反对 AI 的，他反对 AI 来造成社会更多的破坏，所以这个声音是非常大的。也许我们这次期中选举就会看到，科技跟
地缘政治两个搅在一起，其实美国的内部现在的意见是高度分歧的，而且大部分的美国人其实主要还是关注内政为主啦。因为超过一半的美国人是没有护照的，他们只关心国内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外面的视角跟内部的视角，回到刚刚小鹿讲的这个悲观派悲观派其实也交杂着他们所有的社会问题在一起。然后同样的对 AI 开始感到仇视，对，所以他们对于西岸的科技富豪贫富不均这些东西，他们底层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锅在那边。那这个大脉络背景，谢谢 Sega 帮我们已经整理完了。我们要拉回来跟台湾有关，就是中美现在说这种下半年这个各式各样的政策工具交错，对，台湾一直引以为傲都是非红供应链，其实还可以吃很久。那如果接下来不论是 AI 的需求的讨论，或是中美政策在这样子互相观察的阶段，对台湾的影响是什么？台湾这几年的红利就是完全来自于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这些禁运，还有封锁，包括晶片的整个供应链，所以让我们这过去的3到5年，从中美贸易脱钩之后，开始发展所谓的非红供应链。那由于全世界的算力现在还是 AI 的算力还是非常缺乏。黄仁勋在去年就说差100倍，那今年简立峰博士有提到差24倍。那无论是哪一个估计我们从 Google 的今年Google Cloud 它在Google I/O 大会5月的时候，它公布就是说，它观察到 token 的消耗量、词源的消耗量，今年相较于去年成长了7倍，那过去2年呢，成长了300倍，300倍。所以在这个供不应求的情况之下，我认为台湾的供应链，无论是不是非红无论我们是不是那个去红色供应链，其实它都有3到5年的好日子还可以过，因为全世界的算力还是不够的，都要那90%以上是台湾在制造这样子。那小鹿刚才问到就是好，因为我们讲非红供应链的时候，大家脑袋中想的还是我们这是硬体嘛，硬体方面叫非红供应链。但是现在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主题 AI 治安的一个主权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其实它会开始蔓延到软体，非红供应链会讨论的场域会从硬体转换到软体。怎么说？简单来说，我们刚举的例子，美国政府要求 Cloud 在就是6月的那段时间18天内，就有18天左右，不准对外国人打开 API。外国人不可以用，那企业就发现所以现在连软体也要分阵营了，是吗？软体以前是不分阵营的，但现在软体有分阵营的，也是因为AI 的进步很快，然后又带来治安的管制的，对，所以我认为在接下来就是说非红供应链甚至会扩展到软体的层面、模型的层面，就扩展到模型的层面。那中国和美国政府势必介入，就是说他们一定会在模型上面要求装开关，什么意思呢？那你是谁在用，是不是？对，你是谁，而且我有权利随时把它关掉。类似像这样的做法，所以现在企业界，当然企业界也知道说，反正你软体也管不住，对吧？你美国政府要介入，国际民退，中国也要国际民退，要安装开关，要区分出软体的阵营、模型的阵营。绕个 VPN 就过了。对，绕一个就过了嘛。所以它其实是只是一个短暂的管制措施。现在就回到说，好，所有的企业已经不在国家层面在讨论主权 AI 而已，就连企业现在也得想说，糟糕，那我的 AI 的那个供应链我要怎么设计？我的模型要用中国还是美国？我的资料是我自己的，我要用云端还是地端？主权 AI 这件事情就已经扩散到企业层面，从国家扩散到企业层面，因为国家要管制模型，我们只好去想其他办法。哇，这个比每一天大家在这个挣扎 Cloud 上面用哪些 skills，这个层级拉得很大对，就是它影响的程度，你说从硬体制造到软体的阵营，然后跟中美现在的对峙，全部都搅在一起。对，我相信是，就是而且其实这件事情老早就在发生很多 under table 的事情，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因为讲几个比较公开的好了 ，Airbnb 的执行长 Brian Chesky， 他很早以前就说过了，我们公司就是用千问，我们公司这个是公开，真的是公开采访各位可以去查。他说我们就是用千问，为什么呢？因为它又快又便宜，因为它实在太便宜了。那当一家公司要 AI 化、要烧 token 的时候，你真的很难全部依赖那些闭源的昂贵的 API。所以这也是开源阵营的一个战略就是说。你一旦部署自己的 AI， 有了自己的电脑，我 token 要怎么烧，爱怎么烧就怎么烧，我的成本就是固定成本，它不会一直往上飙。所以现在就连就是这个 AI， 我们讲主权 AI 的时候，其实在讲什么呢？是在讲一个 AI 的自主性，就是我自己有 AI 的能力，而且我的供货是不会被人家断的。所以台湾的企业在部署，或者全世界企业在部署 AI 的时候，自然也是从这个供应的角度来看。当 AI 是一个原物料的时候，那你就得去管理风险，是怎么来的？对，你是不会断货的，对吧？你不能被断货，所以同样的供应链管理，像是 second source 的思维，就是说我们不能只仰赖单一来源，这个本来就是台湾的厂商非常有经验的。我们就是很多的供应链不断的重组，不断的确定自己不要断货断料。
在 AI 采用、软体采用的场域一模一样，同样的思维可以直接移转过去。所以我认为台湾作为一个中美之间夹缝当中的一个相对中立的一个中立商，在这当中，我相信在软体的选择和主态，我们帮人家选模型，我们帮人家喂资料，我们帮人家做验证。这个会是台湾在软体业要掌握的下一个商机，因为台湾是中立方。可是我们是会的，因为我们过去太习惯这种排列组合，没错，对不对？把所有的这个资源分散风险，然后又全部都在一起。对，我们就是一个组装国家。好，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发展出一个自己超大的语言模型，跟 OpenAI、跟 Cloud 他们去竞争。但是台湾的队伍一直是一个组装队伍，整个供应链在每一层分工是非常的细致的，没有一个大一统的平台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是一个组装团队，要运用我们的强势、强项这样子。那刚才一开头我们也讲到，既然我们提到整个大的成本跟经济的问题，再让你提到这个智慧通膨的概念，大家接下来的工作方式，人跟工作者跟企业，甚至是企业自己治理的这个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可不可以多说说这是什么意思？智慧通膨。智慧通膨，其实通膨大家都知道哈，就是说我们在一些货币比较不稳定的国家，都会看到说，我们今天买一杯饮料原本只要100块钱，结果到了隔天因为通货膨胀，那变成说你买一杯饮料要10万块，我们要带着一堆钞票去买一杯饮料。这个在一些货币失灵的国家，我们常常看到，就是所谓的通货膨胀，也代表货币严重的贬值，对吧？所以其实当我在看智慧这件事，因为智慧现在被大宗商品化了，对吧？它就像未来的水跟电一样，就第3个人类的基础设施。所以待会我们可以聊，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判断 AI 不是泡沫，因为它本身是把智慧这个东西大宗商品化了。好，无论你人类接不接受没有关系，但是 AI 它很明显的就是它可以从问答到开始帮你做事。所以人类，那我们现在写报告或者是准备投影片，也不见得有 AI 写得好了。甚至于我们在讨论企业的战略的时候，拉高一层 ，AI 只要有足够多的情境，它甚至可以指出你很多策略的盲点，甚至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帮你思考。所以其实这就代表说，无论这个智慧是怎么产生，它怎么运作，它已经可以高度模拟我们的运作方式。那这个技术的成本又因为我们一直制造算力，一直在降低，算力越多，那智慧又越多，那我们的智慧不就贬值了吗？这就是我讲的，为什么我提智慧通膨这个概念，就是说，它就是一个整个像水电一样，我们随时可以取得又好又快又便宜。那人类的这个白领工作，它的认知工作的价值就会开始降低。好，我们每单位的智慧现在是用 token 在衡量，那现在都已经可以衡量，这就是我们单位经济学嘛。那现在人类智慧如果变成这样的话，那我们要担心的就是白领的工作就是第一个受到威胁。那觉得人类的ego过不去，因为过去是因为我的智慧，然后我的企业选择我的国家选择我。现在你觉得这个像是水电一样，所有人都想用得到嘛？对。那到时候的工作跟生活的场景是变成什么样子？我认为会非常的两极化，也就是说，当然不是说 AI 聪明到一个程度，我们就完全不需要人类的。我认为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到目前为止没有大规模的发生，说人类好像被取代掉。太多的时候，因为人类有些独特性第一个可以背锅嘛，背黑锅。你说职场一些 mega 文化这种，所以说他担责任，因为人类社会要运作，还是要有人担责任我们文明才能运作这是人类主要功用。第一个，第二个是做判断你在做决策的时候，你还是要确定说公司的方向，最终我知道 AI 可以给我很多方向，最终是我要决定要往哪走这个是人类决定当然有些极端的讲法说我们以后全部交给 AI 决定，但这件事情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过所以人类主导权还是握在手上。那我刚刚讲的，我认为它会往一个 K 型的方式来发展。K 型就是两极化，一条线往右上走，一条线往右下走。这个状况我们在白领工作者当中已经在软体工程师身上看到了。软体顶尖的矽谷的软体工程师，甚至于 AI 工程师，他们的年薪是可以高达一般软体工程师的100倍。100倍以上，就是之前我们在新闻上面看到的大的科技公司要去特别针对一个人把他挖进来，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于上亿美金，他在挖这个人。为什么他有这个价值？因为 AI 是一个放大器，它把你资深的人的专业放大10倍，之前的人他也放大10倍。问题是你如果是 junior 的人，你的能力本来就弱弱的，1分乘以10也只有10分。但问题是，如果原本你有10分，10分乘以10就是100分。你看，从原本1和10分的差距变成10分和100分的差距。原本差9分，现在差90分。你说企业是不是要开始集中资源给这些资深的人士来用 AI？ 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就是说整个资本主义它的底层逻辑在被抽换。原本企业主考量是什么？我要给 junior 的人薪资，那我 senior 的人也许拿个2-3倍吧。但现在他就会考量，我与其给 junior 的人薪资，我拿去买算力给 senior 的人用。junior 人的薪资就变成 senior 人的算力的成本，好可怕，变成是这样。而且还有另一个考量，就是我以后也不要那个老人带新人，因为老人的时间很宝贵，
他要去因为我们刚才讲 AI 又是一个放大器，所以现在很多老师傅被强迫说，你用 AI 的效果是对企业是最好的，因为它放大的程度最强，它跟 AI 它可以做进一步的研发创新，所以企业主会发现，我们要强迫资深人用 AI， 那资源从哪里来？就从榨出这些 Junior 的人的薪资，把它拿掉，拿去买算力，给 Junior 的人加薪。然后给他用 GPU， 所以你说 K 型的下一端是之前的这些人，他们现在没有工作，他们的 job ladder 会被拆掉，尤其是在毕业前后的这群人，他们是最尴尬的一群。因为如果你现在毕业前后，现在毕业前后的人，就是两三年内毕业前或毕业后，刚出社会或即将毕业的人，这最尴尬。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人帮他们为 AI 准备好。但如果是更小的小朋友，如果你现在是小学生、国中生，你都还有很长的教育时间，你可以去适应整个世界在 AI 的变化。所以最难过的其实是现在前后要出社会的人。对，的确也看到他们为什么在比如说现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对于 AI 只要有来宾讲到 AI， 直接就下面就全部是虚到不行，这样子。理解，没错。那这样子的大前提之下，智慧通膨，我们的工作的场景有没有催生新的产业机会？我认为这个还在发生当中，还有一段时间。新的产业机会，其实从整个大的方向来讲，就是说 AI 我们一直在讲降本增效，对吧？所以大家最担心的第一阶段，就是说在降本的过程当中，造成一些结构化的失业。这个我们在美国或印度看到，因为我们刚讲了，软体人才是 AI 的第一线的重灾区，也是海景第一排啦。你是资深的话，你就是海景第一排；你是 Junior 的人，你就是重灾区。所以那像印度，它一直在做软体代工，所以它跟台湾赌错边了嘛。台湾是赌在硬体代工，他们是软体代工，所以他们现在鸡飞狗跳，就是他们软体代工的行业现在面临了 AI 巨大的威胁。因为 Cloud 做的事情可以 AI 来做 ，GPT 都可以做。你说他赌错边了，他赌错边了，印度赌错边了。对，那我们是赌在硬体，所以我们还有50年可以吃。那所以这个其实就回应到刚才小鹿讲，那接下来会怎么样？产业的机会。我认为现在还在 AI 的早期所以大家在调整劳动力结构，把原本以软体白领为导向的这个劳动力结构，它现在在翻转。翻转之后就会有新机会出现，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各行各业，其实我举个例子好了AI 最重要的其实降本是第一阶段，增效是第二阶段，大家追求的。增效你应该怎么来做才能创造出新机会？答案是把 AI 放到你的公司的研发循环当中。如果你的公司是做鞋子的，那你有没有用 AI 来找出更好的不会磨脚的这些材料和设计？这个是 AI 应该要来帮助你的核心的 know-how 来增强的。但这一件事情到现在才刚刚有一点点起步，都是一些先进的公司，它用 AI， 像是 Google 用 AI 来设计晶片，好像是材料公司来找出新的材料，好像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你一旦放到研发循环中，新的工作就会产生出来。那我们也看到在第一个阶段，虽然很多工作被消灭，很多工作是被合并，比如说软体工程师，你要身兼 PM 测试开规格，你以前是4个人做的，你现在要1个人做。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工作重组的阶段，重组之后就会有新的职位产生。那这些新的职位很大程度是在每个领域当中的资深人员、之前人员，他搭配 AI 再做更多的创造跟发明。所以也有人说这是一个文艺复兴的开头，不只是工业革命的末端而已。我很喜欢 Sega 把这个大的 AI 的浪潮变成商业落地嘛，我们就好好来聊这个。你刚才举的这个情境，把 AI 放在设计中心的一环，比如说鞋子好了，立刻就有矽谷大佬跳出来说，哇，你这个算力也用这间公司，然后你把自己的研发的 know-how 专业也喂给了这个平台，任何的中小企业公司都不会有过这种的决策啊，怎么我用你的算力我已经给你钱了，然后我要把我的这独门的生意活交给你。了解。这些 AI 公司也很聪明了他们自然知道企业的考量是，如果我的企业的资料喂给 AI 或跟 AI 互动一阵子，会不会被它吃掉，拿去训练，拿去再应用？对啊。所以他们像 OpenAI 或者是 Anthropic， 他们其实在自己的使用条款里面就是说，如果你是用个人的这种吃到饱的账号，我不保证我不会把你的资料拿去重新利用。这个是它的使用条款，各位要注意，这第一个。所以第二个，他也推出了企业方案，他就保证在他使用条款当中保证，我一定不会把你跟我 Cloud 的互动重新拿去再应用。当然，它的使用条款是随时可以改的，所以他最后还留了一手使用条款，我可以随时改。他们就是永远留这几手，所以企业当然也不是笨蛋所以在这之下，又回到我们刚谈的，好，你作为AI 作为你的一个进货的来源，那你是不是要拥有自己的 AI 的能力？你的模型是不是要摆在自己家里？它永远是断网的，它在研发的场域，它永远是断网的，不连，它永远就不连，而且那个模型是不跟人家共享任何资料的。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我们今天一直在讲大模型，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业界开始要蒸馏出小模型，就是因为小鹿刚刚讲的，从我们今天讨论的资安到今天讲到的我们的研发循环的资料，企业的 know-how 不可以外流，这些其实都是为什么大模型在接下来几年会开始落地到小模型。所以 Gartner 这个全世界的智库，顶尖的智库，他就有提到
2030年之前，企业当中应用 AI 的方式会有超过90%都是自己的小模型。这些小模型可能是从开源的模型蒸馏而来，可能是由这些 Google 或者是 Anthropic 他们自己自愿释出更多的小模型，你可以直接用，都有。但是就是你要确保它断网，那你的东西就不会掉出去。专属于这间公司，没错，就跟我公司有自己的账户一样的，钱是我自己管的，其他人连不到。对，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AI 在研发的这一环里头，扮演的角色。我之前看你受过访问，你特别有聊到这样 AI 的时代，其实有几种人才，尤其是台湾过去是严重低估，但是你觉得现在需要派上用场的，那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完全跳脱电子业来看，我认为是行销、公关以及国际开拓的人才。为什么？因为台湾的状况特别特殊一点，因为台湾一直是一大群隐形冠军，就躲在这个岛上。那他公司名不见经传，直到最近 AI 的算力蓬勃发展之后，这些公司才一个一个被放到镁光灯下面，然后股票也飞涨，投资人就拿着钱，外国的投资人也拿钱来追捧。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就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以往大家安静做事，做代工就好。但问题是，当你曝光之后，你就必须做自己的品牌。为什么？因为供应链随时会重组，而且半导体的竞争不只存在于说台湾自己岛内的竞争，来自中国、韩国、日本，他们都想发展自己的半导体自给自足的供应链。台厂在这3到5年的算力红利吃完之后，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国际竞争。面对国际竞争，你就不再只是能够等美国的消费市场被动的喂单子给你，因为他们也会分散风险，他们也会分散到追上来的中国、韩国或日本。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品牌，即使你是做 B2B 的，我们不是在讲 B2C， 你做 B2B 的，你也要做品牌。问题是，现在如果你3年5年之后你要变成一个品牌，你有这样的人才吗？答案是没有，因为台湾公司的 DNA 全部是硬体制造，所有台湾培养出来的人才也是工程师为主。我们长期以来忽视文科，忽视语言能力，忽视外交能力，忽视谈判能力。这个在5年之后，如果你的算力红利吃完，台湾会开始反转，然后这些硬体厂的毛利会开始掉，因为外部的竞争开始出现，毛利会开始掉。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这个国际发展自己的品牌或者谈判能力，在华府培养谈判能力的话，你会吃亏。所以你现在就应该要投资这方面的人才。台湾应该在 PR、公关、外交、游说这些人才一定要赶快培养起来。意思是把自己台厂的这个优势，用国际可以理解的语言去重新包装它，用比较好的叙事，主动吸引到下一波的商机。没错，以前我们都是被动接单嘛，那在接下来，因为算力是很纯粹的东西，你只要发展元件，大家原本做好就可以。但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台厂，他们希望自己5年之后不是只做元件，而是做解决方案。解决方案你就要输出，你要输出你就得有品牌，因为你没有品牌，你就没有办法跟美国一起制定或中国一起制定规格，你的 solution 就是永远拓展不出去。这个就是为什么品牌重要。特别谢谢 Sega，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 AI 造成的这些变化，还有下一个工作世代工作的样貌，我觉得我们可以花好几集来讲。但今天我们已经触碰到了 AI 产业之内的一些分歧的意见，中美之间对于这个从原来技术上面的较量变成了地缘政治的话语权的考量。我们也介绍了智慧通膨这个概念，还有现在 AI 不只改变了科技这个领域而已，其实改变了我们生活当中各方各面。接下来投资人应该要怎么样掌握机会，去避开所谓的 AI 带来的风险？希望节目上面还有机会邀请到 Sega 来分享。那今天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再次谢谢 Sega， 我们下班国际线下次再见，大家拜拜。